回程的路上，孙萌萌的车速一直在有意地控制车速，她不敢太快把萧初然送到家，因为担心回去早了，在燕京那边的叶晨还没上飞机，万一萧长坤和马兰夫妇谁脑子不好，给叶晨发个信息问一句，恐怕一切都会功亏一篑。所以他想着，只要飞机起飞之前，萧初然一直跟自己待在一起，并且没有与外界联系，那自然就能杜绝一切风险。而且为了这次不出任何意外，他们甚至通过自己的关系，提前将叶晨乘坐的这架飞机的 WiFi 模块拆除检修。现在很多越洋航班都提供免费或者付费的网络服务，一般来说头等舱都有免费的网络可以使用。如果不把这架飞机的 WiFi 停掉，那叶晨整个飞行过程中都有可能接收到消息。WiFi 功能停掉之后，这架飞机起飞10分钟后，飞机上的所有乘客都将暂时与外界失去联系，一直到快要降落的时候才能恢复。下午5点半，叶晨乘坐的飞机准时起飞，10分钟后，飞机爬升到3500米的高度。此时的手机已经彻底失去一切信号，孙萌萌戴在头上的发卡细微震动了3下，这是他们内部约定好的通讯方式，3下震动代表叶晨此时已经处于通讯断联的状态。于是他这才加快速度，把萧初然送到了汤臣一品的家中。萧长坤此时已经到家，正和马兰一起在客厅看着电视，见萧初然一个人进门，两人都第一时间看过来。萧长坤笑呵呵地说，哎呀，闺女回来了，你们这次在燕京玩得好吗？萧初然微微一笑，挺好的。马兰左看右看，也不见后面有叶晨的影子，有些诧异地问他，闺女，叶晨没回来吗？没有。萧初然不太自然地理了理头发，说，叶晨去澳大利亚了，洪先生找他帮忙，说是有朋友需要他去帮忙看看风水，所以我就自己先回来了。萧长坤一听洪先生，赶紧问他，是洪五爷吗？对。萧初然点点头。萧长坤笑呵呵地说，哎呀，洪五爷跟叶晨的关系确实好啊，有客户总惦记着他，不错不错。在萧长坤看来，自己将来能不能重新做回书画协会的常务副会长，就看洪五爷愿不愿意帮自己使把劲了。之前自己办了丑事，在书画协会被降了职，不过圈里的潜规则大家都心知肚明，风口浪尖上降职，等风头过去，很快就能找机会重新再提拔回去，就看上面愿不愿意给这个机会。萧长坤知道自己没什么根基，但只要洪五爷帮忙，这件事就肯定没什么问题。所以只要叶晨跟洪武还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，他觉得自己的事情就肯定还有机会。萧初然大概能从爸爸的表情里看出他在琢磨什么事情，只是他心里也很清楚，马上爸妈就要离开金陵，可能往后都不会再回来，什么书画协会，一切都是浮云罢了。随即他便对两人说，对了，爸妈，最近我们公司业务不忙，刚过完年，事情也少，刚好有朋友介绍了一个邮轮旅行的项目，从岛城出发一路去大溪地，说是硬件很好，而且也很好玩，咱们今晚就出发吧。今晚？萧长坤有些惊讶地说，这么仓促啊？马兰在一旁好奇地问，大溪地是不是那个盛产珍珠的那个大溪地？萧初然点点头，对马兰说，是的吗？就是那个大溪地，据说是比马尔代夫还要好，只是没有马尔代夫宣传炒作的那么厉害。说完又对萧长坤说，爸，人家邮轮明天清晨就离港了，咱们离得又远，要想赶得上，现在就得出发，他们公司已经给配了商务车，就在门口等着了，你们回房间收拾点东西，咱们就直接出发。马兰关切地问，闺女，坐邮轮去那么远的地方，肯定得花不少钱吧？萧初然知道妈妈生平最爱占便宜，于是便顺着她说，据说是超豪华的头等舱，一张票要20多万，所有餐食酒水都是全免费的。马兰立刻来了精神，兴奋地说，去，
那一定得去。萧长坤倒是有些为难，说：哎呀，这也太仓促啊，我们协会不少事情还没交接呢，说走就走有点不合适啊。马兰脱口道：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你们那本身也没什么正经事干，就是一帮老头老太太一天到晚整些虚头巴脑的事情。再说了，裴会长跟你关系这么好，有点什么事让他帮你安排出去不就行了？对他来说肯定不是问题。萧长坤咂了咂嘴，又问：那咱们坐游轮出去，这一来一回至少得1个月吧？要不要跟叶晨打个招呼？萧初然撒谎道：这个项目就是叶晨的朋友操盘的，人家也是看在叶晨的面子上才免费给咱们这个机会。叶晨这次去澳大利亚本来就需要很长时间，他也是怕咱们在家无聊，所以才安排咱们出去旅游的。这样啊？萧长坤微微点头，说：那我跟裴会长打个招呼，让他帮忙把工作安排一下。马兰欢天喜地地站起身来，说：我赶紧上楼收拾行李去，别耽误了明早登船。最近出门都是坐飞机，还没体验过豪华游轮呢。萧长坤这时也掏出手机，给裴会长打了过去。电话一通，他便对裴会长说：老裴啊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我那个女婿啊，跟洪先生一起去澳大利亚办事了。裴会长在电话那头好奇地问：跟洪五爷一起啊？萧长坤笑道：哎，对，就是洪五爷。你也知道，这洪五爷啊，一天到晚求着我女婿帮忙，我女婿也不好意思拒绝。裴会长夸赞道：谁让人家叶晨有真本事呢？金陵这些个有钱有势的人都尊称他一句叶大师。萧长坤心中得意，笑呵呵地说：是，我这个女婿啊，确实有点能耐。对了，老裴，我要跟你说的不是这个事儿，主要是我女婿啊，这次去澳大利亚可能要挺长时间，他啊，怕我跟马兰还有初然无聊，就给我们安排了一个去大溪地的豪华游轮，可能得1个月的时间，而且明天就出发。我也没想到一下这么仓促，协会里好多事情都来不及处理了。裴会长一听这话，就知道萧长坤的用意。上次坑了萧长坤一波之后，自己苦等多年的上升机会也没了。自那之后，他就意识到，以后一定得把萧长坤哄好了，否则的话，自己的前途恐怕就会被锁死在书画协会，这辈子也没有更上一层楼的机会。现在萧长坤要请假外出旅游，按理说谁也不能请1个月的假出去玩，但既然是萧长坤，自己肯定不能拒绝。于是他便笑着说道：长坤，你尽管去玩你的，协会这边的事情我会安排好，你尽管放心。萧长坤松了口气，微笑道：那就谢谢你了，裴会长。裴会长赶紧说：长坤，都是自己人，有事打个招呼就行，这么客气做什么？太见外了。萧长坤很享受这种被人重视的感觉，笑道：行嘞，老裴，咱们这关系，我就不跟你客气了，回来的时候给你带礼物。20分钟之后，萧长坤和马兰都收拾好了自己的行李，萧初然则躲在自己与叶晨的卧室，蒙着被子大哭了一场。在哭过之后，他擦去眼泪，用纸笔给叶晨留下了一封信，将信放在了床头柜上。随后，他简单的收拾了几件衣服和必需品，又用冷水洗了把脸，这才从房间走出来。客厅里，萧长坤和马兰都在用手机搜索大溪地的旅行攻略。见萧初然下来，马兰便张罗道：好闺女，就等你了，咱们赶紧出发。大溪地。孙萌萌此时等在院子里，见3人出来，赶紧上前帮马兰先拿了行李，恭敬地说：叔叔阿姨，您2位先上车，行李我来装就行了。说完，又对萧初然说：萧总，您坐副驾，让叔叔阿姨坐第2排吧。萧初然点点头，对爸妈说：爸妈，你们坐后面吧。行，2人爽快答应下来，便直接先上车，坐在了商务车的后排。高端商务车最舒服的座位就是第2排的2个头等舱座椅。2人知道要跑长途，
所以一坐进去就轻车熟路的按照自己的需求和喜好调整座椅。萧初然知道父母很快会被麻醉，心里多多少少还有些担心。孙萌萌看得出他的担忧，便微笑着说：萧总放心，一切都很安全，让叔叔阿姨好好休息休息吧。好，萧初然也知道此刻已是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，无论如何自己都不能留下来拖叶晨的后腿。于是他帮着孙萌萌一起把行李装车，然后便直接坐进了副驾驶。很快商务车开出汤臣一品，后排的萧长坤和马兰还没有察觉到任何异常，满心想着的都是即将出发的豪华邮轮大溪地之旅。当商务车从汤臣一品开出来时，周围停靠的好几辆车立刻跟上，与这辆车保持着几十到几百米不等的距离。这些车辆和里面的人员都是安承熙的部下，他们将一路护送萧初然和他的父母前往岛城。车队很开出城，驶入高速。此时的天色也已经完全黑了下来。孙萌萌一边开车，一边对萧长坤和马兰说：叔叔阿姨，你们坐车会不会太无聊？要不我把中间电视升起来，给您二位放一段我们邮轮大溪地线路的宣传片吧。好啊，马兰立刻答应下来，笑着说：我们就想着多做点功课呢，你先让我们多了解了解。孙萌萌立刻按下开关，后舱与驾驶室的隔断缓缓升起，被一台宽屏电视所隔断。随后电视播出了大溪地的旅游宣传视频，视频中的画面美轮美奂，令人神往，把萧长坤和马兰吸引得目不转睛。就在这时，空调出风口释放出一阵无色无味的气体，两人看得入迷时，只觉得昏昏欲睡，眼皮子刚开始打架，两人便不受控制地沉沉睡去。